在下龙市住了一个夜晚，没有坐船游览下龙湾，就要离开这里了。因为这次我没带无人机，所以我准备前往越南首都河内。相信很快我会再一次回到下龙市，用无人机的视角，一览无遗地将下龙湾的壮美记录下来。这里应该是越南的一个服务区啊，实际上我们下车休息15分钟。越南的服务区卖一些越南特色小吃啊，像这个在芒街也见过的，记不起名字了，一种油炸的薄饼，有撒一些芝麻。2万越南盾。薯片、越南面包，这个小型版的榴莲饼，我看一下，这种在中国就卖8、9块钱一包啊，在这里卖20块钱。还有越南粽子吧，3万，大概就是8、9块钱5个。在中国，这个里面都是装的面包啊，在这里装的都是粽子，还有鸡蛋。买了一个粽子啊，2万6块7块人民币吧。我看一些女士还在上面撒一些番茄酱，我就不撒了。好 Q 弹啊！里面是木耳跟肉末，还挺多的。这个木耳跟肉末。今天完全没有洗漱啊，就是不修边幅啊，大家谅解一下。因为昨天晚上真的是经历了惊魂一夜啊，以后再说吧。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糯米浆或者大米浆做的，非常的软，很嫩很嫩啊，你可以感受它那个像果冻一样的质地。哇，挺好吃的。即便没有木耳跟肉末的话，光吃这个部分也是可以的，又滑又嫩，清咸吧，刚刚好。在车上啊，就了解到越南人啊，你看越南女孩没有胖的，全是很这个苗条的哈，就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因为他们吃的很清淡。哇，好，可以的。通常这种粽子的话，我们都是剥开一层一层剥开吃，里面这边的话就挺好，它就直接用剪刀给你剪成2半了。这个好像有点像吃面糊的感觉，但是它更加的轻盈，这个质地更加的晶莹剔透。这边莲雾是很常见的，我看一下这莲雾这么便宜啊，才10几块就有6、7个了。你看这菠萝3万的话就是9块钱，这个搭了一些辣椒面啊，3华里4万5的话就是13块5吧。这种小吃各式各样的，这个小时候常吃的越南椰子糖，这边腰果也很多。这个服务站能看到很多欧美白人啊，他们也是从下龙湾返回河内的。你像我坐的这个9座的商务车是100元啊。如果你坐那种大巴的话，可能70、80元都可以了，从下龙湾到河内。北朝鲜女孩也几乎看不到肥胖的，都是身材很苗条的。但是有人说这个北朝鲜是因为穷啊，吃不到太好。但越南不是这样的，越南真的是饮食很清淡，而且分量不大，而且呢每顿都有蔬菜这个碳水比较少啊。快到河内的时候又换了一辆小车，幸福的来到了越南的首都河内。原本没打算拍的，想着到了旅店放了行李再拍。这是河内地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这里的交通就是很无序啊，也不说很无序吧，就是车辆很多，而且速度挺快的。我的话都要走得挺小心的。我很喜欢这种
但这里的这种社区感我觉得很好啊！哇，真的好开心啊！在越南河内的第一餐啊，这个是4.5万啊，也就是13.5块人民币的样子哈。这个是竹荪面吧，然后通常桌上都有一些这个辣椒还有柠檬啊。这两个是什么？这个是牛肉吧？不知道。然后这个有半边鸡蛋，还有这个是什么？还有虾啊，反正我感觉13块多，那么多肉，感觉这里还有2个这个类似于什么饺的样子哈，虾饺还是什么饺，下面还有青菜。你在国内13块多的话，就2片那个牛肉，真的就2片。来一点这个入乡随俗，上一点柠檬。通常桌上还有这些，不知道是什么哈。这个是辣椒水吗？我看一下，来一点。哇，这竹荪面好好吃啊，又有好吃又有性价比。我要在越南河内吃个够，在国内的大城市要卖到35甚至40块钱，一点都不夸张。这个太好吃了，里面是肉末末，而且很香啊。这个虾它帮你去壳了的，试一下这个又是什么？也是木耳跟肉末，好像。来碗这个汤啊，太好吃了，真不是尬夸，是真的好吃，又物美价廉。搞错了，我给他2万，他过了大概5分钟又拿回1万回来给我哈，也就是这个4根小油条大概3块钱，一个汗水直流啊！我是住青旅的3层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青旅都有哪些。这里有一个这种空间啊，平时很多那个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就在这里躺在这里办公，还有一些书籍啊，主要是英文书。青旅到处都有这种越南的风土人情的一些纪实摄影，是这种挺有复古质感的柜子啊。看一下都有些什么书哈。Marys， 这里还有一个免费的泳池啊。来看看。这样的洗漱台啊，在这个青旅的话很多。这里有是 luggage storage， 是储物的。如果还没到办理入住的时间呢，你还想出去玩，可以把行李箱放到这里。这里有摄像头的。看一下这个泳池，这是青旅的大厅。这是青旅的门口啊，这里是抽烟的桌子，然后外面就是车水马龙的古城街区。这里是喝茶的，旁边是 massage spa。越南妇女最常见的就戴一顶这个帽子。哇，看到一家店挺有意思的，看一下。河内市位于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右岸亦是红河天德江的汇流处。它是越南工业文化中心，同时也是越南历史上的古都，拥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11世纪起，就是越南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市区内名胜古迹遍布，河内人口约为800万，多为金族。河内除了不拘一格的交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欧美游客竟如此之多，在中国几乎看不到此种景象。
今天是我在越南河内的第2天了，昨天太疲惫了，没怎么拍视频。我们能看到啊，很多人为什么在这个车来车往，甚至汽车飞驰的路上走呢？是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人行道都停满了摩托车，你现在这个地方能过去啊，稍微踩一踩就过去了，有一些地方根本过不去的，没办法，你只能走在这个马路边上。我觉得如果你是在这个国人的话，你会感觉挺危险的。这个交通就是这种，我来到这里，我觉得这个交通啊，混乱的交通给我极深的印象。但是呢，好像乱中有序吧，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混乱啊。你看，自古以来，越南北部为百越，南部为占婆。公元前111年，南越国被汉朝灭亡后，越南北部被置于中国皇朝统治之下，达到数个世纪之久。在此期间，中国文化大量输入越南。10世纪，越南摆脱中国统治，正式建国。其后经历了多个朝代，有分有合。15世纪时，曾经被明朝直接统治20多年。19世纪中晚期，法国征服越南，后来经历了独立战争、越南战争，于1975年由东方阵营支持的北越攻占了西方阵营支持的南越首都西贡。1976年，越南完成国家统一。在河内的古城这里、老城这里啊，很多的旅行社提供，这个1天游、2天游、3天游啊。主要的景点呢，包括下龙湾啊，还有这个在国内我们叫得天大瀑布啊。所以因为越南的街道比较小、比较窄啊，所以呢就形成了它这里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景观，就是很多餐厅啊，它就在这个小小的人行道上堆了一些桌子椅子。所以呢，人们就在这个马路边上，可以说是马路牙子上用餐啊，但是怡然自得了，交通跟这种风土人情就融合在一起了。你看我是风景，我看你也是风景，就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种，那你比如说像对面啊，咖啡厅就是这样子的，在窄窄那个马路人行道上就这种了。虽然这个摩托车尾气还挺重的。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不以为然。我以前啊，就是大概几个月前看到一篇这个报道啊，越南河内是全球这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首都。这里摩托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比汽车、比自行车都要更加普遍、更加流行。现在是4月的中下旬啊，河内的气温我感觉应该有30度左右了，还挺热的。比如说现在人行道的话，现在这里就过不去了，所以只能走到这个马路外面去，跟车流车往的车流并肩行走。我很快要走到越南河内的一个地标景点啊，因为越南的这个房屋啊是私有财产啊，所以他们可以自主的决定自家的房屋是什么样子的，永远看不到千篇一律的感觉啊。虽然杂乱，虽然破旧啊，有时候会有一点破旧感，但是我觉得很有魅力，就是很有个性嘛，呈现出非常丰富多元的感觉。看这家人挺多的，在这家吃个面吧，吃个粉。这个就是常见的越南肉卷吧。挤不下了，这个桌子。这个是涮水啊，看他们本地人是这么加的。通常呢吃鸡粉还搭配一点那个小油条。
刚才那一碗鸡粉啊，是55万5，那就是16.5块吧。好多的这个 hotel 酒店啊，都是连带有提供 SPA 的服务。这里就是河内最著名的一个旅游休闲的地方——黄建湖啊。无论是游客还是本地居民，都喜欢在湖边休息、发呆。而且呢，它的四周有好多高大的树木、榕树。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好像那个白色是椰丝。湖边有好多那个果汁店、咖啡店，但好多是欧美的游客。Bà cho 5 chiếc lại đành bằng à? Đành 20.000 cho 4 chiếc. Lúc nào chở 4 chiếc. Wow. Ăn đi em. Yeah. Về 20.000 5 chiếc, lại bảo 20.000 4 chiếc. 8.000 bán một hộp bánh chay kia được không? 8.000 được, 8.000. Đây là 38.000. Hết tiền lẻ rồi. Thế đưa đây được. Bánh đúc Việt Nam. 啊， Bánh đúc Việt Nam. 有点像那个糍粑，但是它是那个有光泽的糍粑，上面有一些花生碎。这里给了一个类似于麻酱一样的这个调味品啊，我蘸一下这个不知道什么酱汁啊。说不上来，这个有点吃不惯，我再试一下。有点像吃那个米糕，但是它是很有弹性的，但是有一股那个什么风味，有点不太习惯。哦，现在才4月中下旬啊，河内就这么热了，那7、8月那热成什么样呀？莲雾、芒果。Ba cái thứ đang ăn thì mẹ đều có. 那我看。这个像国内那个麻团，但是呢，它这里多了一个，里面可能是这个绿豆酱或者是椰蓉酱吧，它没有国内那么甜，外面那一层很焦脆啊，里面的话就很软糯。还有另外一个是这种的，这两个花了1万越南盾，3块钱。虽然两个长得差不多，但两个口感完全不一样。你看里面是镂空的，没有东西啊，但是它特别脆，特别香脆，它甜度比刚才那个高。Tàu này nó chuyên môn thế. 柠檬水吧。3万越南盾，也就9块钱。刚才在那里喝水，喝了1个多小时啊，就发呆，啥也不做。这个建筑是很有名吗？来河内这2天，我发现好多人跟他合照。那个河内 City Tour， 一辆这个城市观光公交车，现在太热了，坐在这个双层巴士上。
这个烈日灼烤的，晚上可以考虑做一下。网上有人调侃这种车叫克先斯，在黄建湖边有卖这个河内 City Tour 的一个车票。这是河内的公交旅游专线的一个线路图啊，有1个半小时的是30元左右啊，6个小时的话是60元左右。现在走到那个小岛上啊。哦，这个水好绿啊！像中国一样啊，越南也是深受儒家文化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边的很多建筑都保留有这个繁体字的汉字啊。而且呢，我小时候啊，在我那个成长的村子里面，如果说村民们知道哪个外国的国家，可能就是越南了。所以那时候经常调侃，就说，在国内找不到老婆。要不去越南买一个，那个是20年前的发生的事情了。但是现在越南的经济啊，包括这种民族自信心越来越强啊，所以的话，已经没有以前那种说法了。看一下这个叫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在国外能够看到一行一行的这个汉字啊，而且并能读出来，就感觉挺不可思议的，挺奇妙的。5万的一个 ticket， 还有一些纪实摄影啊、历史影像啊。叫泰山石敢当，它的介绍语啊，一个是越南语，一个是英语。玉山祠，河内的这个历史的心脏啊。Em vẫn đang làm nhiệm vụ đây thì em có thấy không? Em có。玉山祠位于黄建湖畔小小的玉山岛上，岛呈圆形，看似玉石，故名玉山岛，是因岛而得名。这个玉山岛有桥与湖岸相连接。此祠建于18世纪黎朝末年，是中式古建筑，寺内供奉关帝、吕祖、陈兴道和文昌帝君等，其中除陈兴道外，其余都是在明朝时期在中国广泛流传的道教神祇。陈兴道是越南陈朝名将、民族英雄。你看德月楼。这些字的话都是繁体字啊。玉山。站在这里，好像是我能凌波微步在这个湖上的感觉。文昌帝君，9天开化，人同瞻仰胶囊礼乐之都。
王建湖乌龟的介绍啊，在民间传说中，乌龟是4神之一啊，是长寿的象征。乌龟的形象与越南民族的英雄历史有关。相传公元前第3世纪，金贵神将将他的指甲借给了安阳王，制作了一把神奇的弩，以击败赵佗军啊。传说到了15世纪，金龟神把神剑借给了黎利王，打赢了鸣笛抗战，获得了独立。剑湖龟已被科学鉴定为是一种稀有的龟类，世界上只剩下6只啊，目前玉山市内展出02只。这就走完了。那里有只鸽子啊，我进来就看到它了，一动不动的，我还以为是假的。在河内的第2顿啊，我看别人是这么吃的。这个用烤鹅焦香了，然后这个汤汁是微甜的，带上烤肉原本的咸味，吃起来就是咸甜口味的，也挺好吃的。它不油腻。汤汁的话，蔬菜也可以沾，米线也可以沾，这烤肉也可以沾。这个烤肉真的好吃，但是它烤的特别香啊，就是香而不腻。紫苏生菜给了他20万，他找回13万，也就是7万越南盾啊，20元人民币。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的还不错，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继续探索越南河内。越南的年轻人真多，真的是叫什么后生可畏。